大家好，我是郑一珍，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我们要看好喽，因为呢，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就变群聚。如果安排的妥当，这施打疫苗效率就很好。因为呢，今天就发生这个状况，在很多地方哦，会场里头，日本是这样子的。老人家才能够进到那个会场，比如说今天是一个篮球场好了，椅子都摆好，大家隔好了距离，这叫做于美丁式打法。所有的长者呢都安排好了，要打疫苗的人坐好。然后呢，如果我是医生的话，我就滑着轮椅，不是轮椅，滚轮的椅子。好，然后护理师他可能推着酒精棉啊，或者是随时补充的疫苗。好，我看到你，我就帮你打一剂，然后打完之后，对不对？我丢了，我就往前进了。后面的护理师打完不是要贴棉签吗？他就帮你贴好。你知道前后花多少时间吗？而且医生会先问诊哦，还不是来就，因为至少要确认说，请问你是介文吉本人吗？好，要确认资料嘛，对不对？你知道吗？从问诊到打完贴好棉签，日本人有计算15秒。所以靠这个于美丁式打法，据说半个小时哦，动作流畅度很快的话，可以打150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他们最近可以打得这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也大家就想说，哇，日本人脑洞大开，还形容说这简直打得像什么，你知道吗？旋转寿司。对，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打得这么快呢？其实这个灵感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你看哦。好像往前进对，生产线机械化，机械化生产线来自 Toyota 的汽车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所以日本人真的很厉害，这增加了8倍的施打效率。但是问题来了，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台湾因为动线规划不明，所以呢，在外面就已经群聚了，在外面就已经开始吵架了，好，都还没到里面要打的时候就已经吵架了，所以。其实扩大打疫苗之后，很多问题、很多状况就出来了，就是没有做任何所谓的超前部署嘛。现在这一次疫情，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说台湾都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原来因为日本现在马上东京奥运它7月马上要开始了，所以日本当时政府的规划是一天要打100万剂。你知道我们陈时中说一天台湾要打多少剂？他之前不是也是说100万剂吗？没有，他是一天40万剂，一天40万剂。他当时40万，那时候很多人就跟他建议说，哇，40万剂不容易哦，你要赶快超前部署哦。而且现在老人家事实上一打疫苗，他们本来都在家里不出来的，感染机会不多的。对，现在都出来群聚。那你这个整个动线，你的各方面就要好好的规划，而且还有场地啊，还有场地，那个地点也都要规划。对，是不是要在医院打？因为医院的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还是要在其他的这个开阔的空间里面，公共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开阔空间在哪里怎么打？还有这个都要做很好的规划的。可是问题就是说，陈时中他今天释出疫苗，好像开奖一样啊，他今天告诉你说。好，明天给你51000剂啊，明天给你6万剂。你是地方政府，今天晚上坐那，突然他打个电话，我给你5万剂，我才知道我要打，我才手上有这个货啊，吓坏！你在干嘛？你在开奖我怎么通知？因为你看，你要通知地方更基层的人嘛，你里长、村长、乡长啊、镇长都会通知，然后镇长他挨家挨户打电话，而且你要先看造册啊。因为你还要看符不符合那个资格，所以现在新北这个新北台北就很不高兴，就说，我们都是临时才得到通知，为什么高雄市政府前2天就在通知说87岁以上的人可以打，现在开始造册，也就是说他很早就知道，他比别人早知道说他可以拿多少疫苗，那现在又问题了，是不是同岛一命？又同岛不一命啊？你现在是蓝营非绿营执政的县市，对不起，你就是怎么样？你不是大老婆生的啦，就是说大老婆生的一定是绿营执政的县市，颜色对了就对了。对你台北市的我们现在2个，我们都不是说因为我是台北人，我住在新北，我就这样讲。问题是我们这边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得到疫苗还比现在其他绿营的县市还要少？你告诉我你的科学的算法是什么吗？
讲来讲去讲不通，这个就是政治防疫。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政治，所以造成今天我们台湾就是从国际媒体已经认证了，差不多有10几个国际媒体讲台湾的疫情，对，加起来把它的共通点拿出来以后，只有4个字，就是荒腔走板。因为防疫是科学，可是我们这位防疫指挥官跟我们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蔡英文，他们想的是政治，想的是不要因为这种疫情影响到他的执政，所以都甩锅，然后呢还希望非他自己同党的人执政的县市通通没事，让别人别的党执政的出的事比较大，所以你看他没有这个所谓这个同岛一命真的应该把这个4个字我们应该送给蔡英文政府，真正要他深切反省。我们的 Obi-Wan Kenobi 他说，在香港45分钟已经完成打疫苗，包括15分钟强制观察的时间。所以其实香港打疫苗，他们也是有规划流程，其实蛮快的。对，其实日本也是，我刚刚说15秒是打完，但打完都要再留15分钟，要观察你有没有不良反应、不舒服的状况。但是你知道，在日本是因为很严格，介大使是说，日本只有医生可以帮民众打疫苗，看起来在打的都是医生，对啊，所以他们前一阵子要把牙医也找出来。他们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那台湾其实护理师也会帮我们打疫苗嘛。可是其实我跟你说，人力是远远不足的啦。对，永远没有那种很足够一天，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疫苗才来了124万剂哦，各位观众，如果到时候来的是1240万剂，我们打得完吗？怎么打呢？如何预约呢？现在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你清楚你所在的县市怎么预约打疫苗吗？先不要说轮到你了没，你知道怎么去预约打疫苗吗？知道的您帮我加1，不知道的帮我加2。或者是加3，告诉我您所在的城市，你们是怎么预约去打疫苗的呢？还是说不用预约人去就好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我们就在说，如果蔡英文说7月我们要开打国产疫苗，国产疫苗哪一支？因为目前2期解盲的就是高端嘛，好，联亚预计在1个月。但是我们说7月真的能打这支疫苗吗？我们先来看美国好了。美国因为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呢，美国还有一款新的疫苗美国的 Novavax 疫苗，它已经完成了3期实验了。它在美国在墨西哥做了3期实验，现在呢实验完成之后，它公布它的防护力。好，原本我看一下对于中等症状跟重症。防护力是90.4%，而且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3期吗？29960人，将近要3万人他们来做这个3期的部分。所以呢 ，Novavax 这支疫苗呢，预计在今年第3季，它要向美国的 FDA 申请授权了。好，但是现在大家说，高端还在想取得紧急授权，真的有望吗？苏益仁，就是说以前我们的阿扁时代的这个疾管局局长，他是公卫专家我认识他，那个时候我也在政府，那时候我因为带着他去这个 APEC 到马来西亚开会，跟着他去开会，他很专业，他就在报道上讲说，这个这个高端想要得到美国的这个 FDA 的这个所谓紧急授权许可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因为美国现在他们考量是什么？现在是疫苗已经够多了，他不需要再开这种紧急之门，以后都是照正常规矩。要照原本的 SOP 完成3期，有数据再来跟我申请。对，他以前这个3期像这个 BNT， 像这个 Moderna 它是3期，且都是做了大概2-3万个这个 case 以后然后他做好期中报告，也就是说的 interim report 出来以后他才给你这个紧急授权。那将来这个紧急授权，因为现在美国疫苗已经够多了，好的疫苗也很多了。美国现在人家就讲了，连宠物都在打疫苗了。
美国你今天到宠物也可以打疫苗了，因为这个细菌是也是打新冠疫苗，就打新冠的啊。那他们剂量要打多少也知道了，他找兽医打吧。所以说美国现在事实上已经有这种状况，而且美国12岁小孩已经开始打了。对，没错，小朋友也施打了。美国现在你比如说到 Costco， 好，我们台湾很多 Costco 就在现场打。然后美国的这个像这个有些地方他就得像这个矽谷有个大亨说，你鼓励你打，你打了以后我给你抽奖送你一栋豪宅。为什么？他希望大家打，因为美国人是多到他很多人不想打。然后你今天走到美国都是免费打的，也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美国人。我知道，你环走球影进去就打。城，你知道吗？你可以在环球影城门口打哦，对，打完让你免费送你门票直接进去玩。对，所以它是 walk in， 就是你走进去就打了。美国现在是这样，而且它现在疫苗多了，所以它开始要往外送，它就不需要再透过这种紧急授权的这种所谓快速通道的方式。那所以我们的联雅想要申请美国 FDA 的快速通道，人家快速通道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快速通道已经封闭了，没有了，它不需要了。所以我们还想去申请美国 FDA 的这个紧急核准，事实上是已经等于说连申请的门都关了啦，没有机会了。所以效果是什么？就是说它只能在我们台湾卖，只要在台湾卖，就是说那我们台湾人的手背就要留给他打，要不然的话，你觉得蔡英文会第一个打吗？没有市场啊。蔡英文会第一个打高端吗？他说总要做也要做啊，他已经讲了这么多啊，对不对？虽然彭文正说他都已经打过 BNT 啊，对不对？那彭文正说你如果要否认的话，你来告我啊，那他就找他发言人，蔡英文找他发言人说没有打，可是他也没有告他，对不对？所以埋下伏笔，这个就是个罗生门啦。不过我是觉得啦。蔡英文的这个疫苗政策，为什么现在连菲律宾、连越南、连这些柬埔寨、连这个泰国买的疫苗都比我们买的多、买的顺利？对，到底为什么啊？就我的推测啦，就是因为要把台湾人的手背保留给谁？保留给国产疫苗，所以呢，他就今天连第3期实验都不做了。也就是说，你不晓得打了有没有效。当然，他2期打完以后，就是告诉你说，你打了不会有太多的副作用，安全的啦。有专家就开玩笑，他说打了不会死了，但有没有防护力多少是不知道了，因为没做3期嘛。了不起打进去一个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打了你也不会死，但是就没有防护力啊。那他就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因为他不做3期，谁都不知道。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反正880块1剂，我还是要你打500万剂。我已经定了500万剂，你这500万剂，反正钱已经付了，钱已经要给你了。就是这个市场，台湾人要手背要给打国产疫苗，所以才会造成过去陈时中买疫苗的时候怎么样，意兴阑珊呐，买到现在没有。另外，陈时中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已经推掉多少疫苗了？光是 AZ 代工这个推掉，我就觉得哇，3亿支。刚才呢，大使讲到了，这支疫苗，柯 P 也说贵，比人家贵，还不知道防护力多少。我们的高端疫苗呢，现在定价1剂是881元，AZ 呢，我们说 average 来说，因为有的国家可能高低不一样，比如说英国，它1剂可能只要60，好，平均 AZ 1剂呢110，莫德纳416，BNT 辉瑞540，好。听好了，高端是881，那为什么没有？你也没跟人家做3期啊，人家3期做了这么多人，也要花很多钱啊。你才做到2期，你1剂就要卖这么贵，哇！那如果做完3期，这1剂要不要卖1450元？更贵啦。这3期，就是这个成本怎么算出来的？他要做完3期的话。他还要花100亿台币，还要再花100亿台币。所以今天陈时中说不要做3期，我就给你我就给你紧急授权，事实上立刻替这个高端省了100亿台币。那这100亿台币他也要回馈一下嘛，还要卖881块1支。这个我认为检调应该要好好来调查一下。中间有含什么其他额外的增加的费用吗？对啊，而且当时林全去谈好的3000万剂 BNT， 你为什么不要？所以陈时中一共替我们台湾人挡掉了3亿3000万支疫苗。那这2支疫苗
都是非常好的疫苗。哪有全世界哪有防疫指挥官帮你的这个帮你的国民挡疫苗的，推掉疫苗？大家知道吗？日本啊，1.2亿的人口啊，你知道他们买了多少疫苗吗？3.64亿剂。我跟你说，他们一个人啊打3剂都够。对，因为现在英国在讨论是否疫苗追加，要追，如果防变种病毒可能还在研究当中，可能还要加打哦。反正你先买起来嘛，我多的我可以捐，我可以送，我可以卖嘛。他的疫苗政策一开始他有他的怎么样？他有他的计划啦。我们现在整个疫苗就是照着陈时中跟蔡英文的购疫苗计划来照着走的。可是这里面出了一个状况，就是说，就是3+11把台湾搞破口了。没错。本来如果台湾今天没有像3+11没有这个范云跟这个桃园县这样子合作把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防疫搞一个大破口出来的话，那我们现在还可以慢慢的等国产疫苗，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外疫苗。他本来就要把这个台湾人的守备留给高端，留给联亚，当然是高端为主啦，因为联亚根本没有上市嘛，高端的股票已经涨了10倍了，对不对？那就要把这个台湾人守备留给高端去打。那现在急了怎么办？就跟他讲说，3期也不要做了，反正呢，你还是要台湾人守备，还是要留给国产疫苗，那我们就慢慢等嘛。所以我是认为，像我们这种是属于11类的啦。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打得到。我非常，我算几率的话，应该是90%，最后打的是高端疫苗了。不过高端疫苗大家心理准备，就是说不见得有效。不过也没那么危险，就跟你打了1剂生理，最多打了一个生理食盐水。可是问题就是说，那个881块，如果要我们打的人出钱的话，就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全民买单呐。如果公费打的话，其实听起来好像公费不用钱啊。拜托，你每一年缴的税都花去哪里了？就是这里啦，就是政府跟你说不用钱的这里啦，你都有花钱啦。这个是全世界我觉得最荒谬的一个政府了。